Hello，兄弟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杜老师啊。这一期的话是一个吉斯的24门的一个解析视频啊。老规矩，就是吉斯的一些出装啊什么的，脑测的，就放在视频两边的黑色文字了，可能还会放一点那种什么优缺点啊，或者一些概括总结什么的，到时候看吧，主要看那点空间能放下多少字儿啊，我尽量都会给它塞满，好吧？那我们。视频的话，老规矩，就是先讲那个总结，先讲总结，然后是它的注意点，然后后面再讲就是这卡的一个优缺点，这卡的一些细节啥的就不聊了，有一些细节啥的不聊了，因为我感觉这卡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有点多，主要还是看实战，反正正好也盒子卡嘛，盒子卡正好也不像普通现实，对吧？你必须在那个拿卡之前只能够依赖脑测，对吧？没有实战视频。盒子卡的话是你出卡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实战视频，到时候看到实战视频，对吧？就是再决定评分啊啥的，好吧？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咱们开始啊。首先就是吉斯这张卡呢，我看到技能之后啊，其实还是有点失望的。这卡呢没有给传统盒子房的无限成长，然后呢也没有威慑啊，输出呢也没看到啥亮眼的地方。生存的话，除了第一条命，它一共4条命，容易被影响，基本上就是被攻守转换影响吧，或者是被衙门安排了，或者被衙门的禁忌安排了。或者是可能被科隆的减小技能概率安排了，因为吉斯的一个叠的小技能啊，小技能概率的话，它是叠层制，每一层是35%，叠了2层之后，如果说你每回合都能够稳定释放小技能，就是一直常驻的一个70%小技能概率的加成，那就比较稳定。但凡被影响了，有的嘛可能是衙门的禁忌，有的嘛可能是对吧？攻守转换卡的攻守转换，让你断了，吉斯呢其实这个小技能概率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很难受。这个到时候我们实战再看，我是感觉他的小技能概率是有点不稳定的，而且他的小技能对于吉斯来说挺重要的，跟老卢差不多，但是呢老卢比他的小技能给的更夸张，对吧？老卢的小技能里头有反击机制。然后还有那个锁血也在里头，锁血和反击的话呢，吉斯呢这点比老卢好，他是坐在被动里头的。但是呢，吉斯这卡的一个抵挡啊不常驻，就是说你要让吉斯这张卡玩格挡的话，你每回合的小技能你得正常能够放出来。这卡如果放不出来小技能的话，那就只有他在登场的时候，或者是出免死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动给到他抵挡的增益，其余的时候都得依靠吉斯自己去放小技能。所以说到这也很明显了，就是你如果说我们吉斯，对吧？你要打对面的吉斯，衙门记得要改禁忌。其实就算是现在的版本来说啊，衙门的那个沉默啊，对于现在版本的一些新卡的收益已经少到基本没收益了。你像无论是科隆也好，还是对吧，即将到来的吉斯也好，吉斯是直接更霸道的免疫沉默。科隆是什么情况？科隆被沉默之后，他虽然不用大招反击了，但是他会用小技能反击，然后小技能反击回来的科隆，你会发现你这个沉默好像是给他送怒气的，你知道吧？你这个衙门的承诺，所以说现在其实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衙门已经开始不用沉默，用禁忌了。那么在吉斯到来之后，衙门的话我感觉会更加普遍的都会改成禁忌，因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卡它不怕沉默，甚至开始利用衙门的沉默去干一些事儿，知道吧？至于辅助方面的话，就只有统御技和一个队友追击小技能，其实就是抬一手老卢嘛，但这个抬它不稳定。老卢是只有50%的概率能吃到这个增益，但好在就是吉斯这个追击小技能的一个机制，虽然没有坐在被动里头，但是它坐在反击大招里头的，这卡的出手频率还是相当可以的，这是我承认的，出手频率还相当可以，就是那个反击的出手频率，然后它那个反击
大招提供的一个队友追击小技能的次数也没有限制，也没有说一回合只能限制一次，所以说只要吉斯的反击的频率次数够高，即使你脸黑，老卢也是有机会跟一个小技能出来，只要跟一次就够了，多跟也没有多大必要，你知道，跟一次就够了，只要能跟出一次，老卢的生存2回合之内就有比较好的保障了。说白了，其实就只是绑那个体系而已，其他的一些辅助功能真没看到，除了统御技。老实说，作为一张盒子房的定位来说，这些贡献啊，它算不上达标，毕竟剩下伤害也没看到。生存的话，其实只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现在的版本不是光能活就是好卡的，你们看看反面教材安迪、暴龙王，他们作为公卡，哪一个不是生存拉风的一逼，是吧？但是也没啥的卵用啊，那活着也没有屌用啊，是不是？所以说像现在这版本，你光能活算不上一张好卡，而且你还是一张盒子房，对不对？你除了生存之外，你还需要让玩家看到其他更多的专属于吉斯的特色。目前4门的吉斯还差点意思，我们肯定是要期待一手6门吉斯的，对吧？然后吉斯这卡的脑测就昨天直播的时候跟兄弟们一起探讨啊，是存在不稳定的因素。这个也是我非常需要看到实战才能确定的事儿，否则这卡的评分是评不出来的。得亏盒子卡是能够先看到实战再决定出不出卡，所以也不着急评分。它一张，首先吉斯这张卡它没有生命锁定，然后它的免死机制是类似于真武的那种假死炸死，但是好消息是它不会像真武那样疯狂的送斩。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随之显现出来，因为它没有生命锁定嘛，当吉斯对吧受到致命伤害自杀炸死的时候，遇到对面大蛇的斩杀 CD 转好了，或者老卢的追击大灭杀锁定杰斯的情况下，那到底是算作被斩杀了呢，还是能够成功炸死成功呢？这个优先级只有实战才知道，只有测试的时候自己心里才清楚。如果是斩杀优先级更高，吉斯的生存在斩杀局就会十分的不稳定。我相信玩家也很难接受花了1000多元子下去的一张新鲜出炉的一张新卡，不可能是为了拿去骗斩的吧？这谁能接受，是不是？如果能成功炸死的话，那他的生存就能相对稳定不少，对吧？当然好消息嘛，就是盒子向来不像现实，玩家是可以通过在正式服看到实战视频之后再决定出不出的，对不对？吃斩的事情实战它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而现实的话是等你对吧，在正式服看到实战都已经没有机会一线出卡了，所以这次吉斯的脑测评分我也不会给出，也没法给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稳定因素在，脑测没有办法测出来，这个最终解释权都是在策划那里的，我们得看到实战，再总结实战和理论，最终给出24门吉斯的一个评分，对吧？然后吉斯的话，那个的一个特色就是那个让一名其他队友拥有回合外插入小技能的机制嘛。目前来看，老卢吃到这个 buff 的收益是最高的，就目前版本的那些主流卡啊，竞技场啊收益不稳定嘛，50%概率，但是矿洞是绝对可以控制的。这个增益是可以稳定给卢的，就4人矿洞，你前排只上吉斯和卢嘛，那这个增益不就稳定给卢了吗？是不是？对吧？这个是一个小细节啊。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吉斯的一个注意点，包括他的站位、出手顺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啊，就是你玩吉斯要注意的事儿，或者要避免的一个事儿。首先就是玩吉斯，那我建议最好队伍里头啊常备能解石化的卡，或者德罗利斯援护。为啥呢？就是这卡大部分控制都不怕，目前主流版本的那些沉默啊、眩晕它都不怕，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怕石化，就很怕强控，而且它自身没有一点点的免扣率，基本上碰到石化就中，即使是德罗利斯援护那种，基本上也应该也是一碰它就中，自己还没有任何办法解。就详细实战情况你们就可以参考，就是那种后手东丈、后手4条，知道吧？后手东丈、后手4条那种，就是被德罗利斯援护石化中，然后队伍里头又没有合适的解石化的解控卡，或者援护里头也没法解石化，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打反击，那就很影响实战当中发挥，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了对面的突破口啊，这个是很致命的。吉斯的第一条命，
在队伍没有奶卡的情况下，他很怕攻守转换，就是刚转换回来，大部分情况就是2回合转换，然后第3回合开始，就是最重要就是吉斯第3回合的生存，他是没有放过主动大和小技能的一个状态。这样情况下的吉斯相当于就是一张只有 75% 锁血，没有生命锁定，也只有第5战魂的回复能力的一个裸奔状态。这个状态的时候没有奶妈，非常的危险，还特别容易挨打个2-3下就倒地，因为锁血幅度只有 75%， 他也没有锁定嘛，是不是？当然吉斯本身由于有4条命，对吧？由于有4条命的关系，他后面爬起来他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就是我要说的，就是他虽然说他本身他不是他怎么说呢，只有第1条命会被攻守转换影响，但是需要吉斯帮忙的老卢可没有像吉斯那么多条命啊，老卢就只有2条命啊。如果吉斯不幸就是早早的被攻守转换影响，早早的倒地了，那老卢不就麻烦了吗？因为队伍里头的吉斯如果不能在倒地前把反击大开出来就歇菜了，那老卢就吃不到回合外插入小技能的增益，那么说白了，老卢会暴毙的问题那其实依旧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第1条命还是很容易白给的，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实战去观察的地方，就是看就是吉斯的到来能不能影响到现在就是东丈这个攻守转换版本强台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改变，能不能做到啊？至于吉斯的站位的话呢，我也不打算直接让他稳定在前排，因为呢，由于这卡呢，它回复能力太差了，分摊伤害也不会给自己回血，而且前排吉斯目前来说好像就多一个给队友分摊伤害的一个机制就没了，所以说其实吉斯这张卡是可以考虑后排的懦夫吉斯的，站位的话在威慑卡身后，当然队伍里头有合适的奶卡的话就可以去前排，这个都没事，我感觉前后排它都是有说法的吉斯啊。至于出手顺序的话，没有办法脑测给出，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战自己去调。吉斯的话有目前4门的吉斯必杀有3种，这人物头顶上那个进度条还没到一半的时候放出来那个大招是最傻屌的，叫烈风拳，然后打单体，这个大招是玩家需要规避的，啥用没有，还要消耗掉所有的怒气，你知道吧？第2个必杀呢是一个全体的大招，对吧？全体大招这个大招是有不少额外效果的，吉斯唯一的在技能方面的回复就在这里头，释放条件就是头顶上的充能条大于1半，这个就是我们出手顺序去调整需要去释放出来的大招。你看你在实战当中你吉斯第几个出手，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能放出来的都是这个全体大，而不是早早的出手去消耗了1000点怒气，充能还没充到1半以上就开始放那个烈风拳，那烈风拳屌用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吉斯这卡本身也没有什么伤害，真的是一点屌用都没有。至于第3种大招的话是一个反击专属大，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关心，充能充满了吉斯自己实战当中会放那个反击大啊。然后最后我们聊一下这卡的一个优缺点先聊优点吧。首先优点嘛，就是很明显，就是这卡能有50%的概率能让竞技场环境能让老卢拥有回合外穿插小技能的机制。卢最让人诟病的不就是回合外没有插小技能保自己登场和复活第1回合的生存嘛，是不是？免控机制的话，现版本比较主流的控制就是沉默和眩晕嘛，然后第5战魂免疫沉默，免疫眩晕的话在被动里头，免控机制在一些主流卡版本的话还是不错的，出手频率高，而且回怒速度有保底，特别喜欢被反击，它跟克隆是一个类型，对面反抗反击的越激烈吉斯就越兴奋然后生存的一个挨打机制比较克制传统刺客卡，挨打充能那个额外收益，对吧？在被暴击被挂噩梦 buff 的后排卡，还有出格挡出低挡都有。你像传统的刺客卡就是暴击率高破击率低，那吉斯在面对这样的卡的输出的时候，基本可以保证一直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额外挨打充能收益，并更快速度充能完毕进行反击。然后他吉斯这卡有4条命，而且他触免死全都不中斩，虽然是复活然后反击的触发条件不需要消耗怒气。
至于缺点的话，就是怕灼烧，对吧？怕灼烧、流血等持续伤害，然后怕石化，怕禁忌，怕四魂力量技，回复能力差，就是出免死啊，小技能有回复，但是吉斯没有回合外插入小技能机制，技能机制的回复还得靠大招才行。只有第5战魂的回复是比较稳定的。最后就是吉斯这卡，现在战士卡这游戏还不太会做，但其实这卡的话，未来它肯定会怕战士卡的，因为战士卡的破击率很高，这卡就怕那种暴击率低，但是破击率跟伤害率高的那种卡去打它。只不过今年的那2张安迪跟洛克其实都很差意思，强度不够，所以目前这个呢还没有必要写进缺点里头。但不是说吉斯就不怕这种卡了哦，吉斯他不怕传统的刺客卡的输出，这种高暴击低破击率的卡他不怕，但是他怕那种高破击低暴击率的那些卡，那卡是真恶心，你知道吧？吉斯也没有办法从这种卡的输出当中赚到什么外快额外收益啊。总之呢，这卡的话呢，想说的就这些，就是具体的话，因为脑测这卡的话，脑测存在不稳定因素，而且不少。评分的话没有办法给人，本来也没有必要给，本来也没必要急着给，你知道吗？这卡是可以实战决定，看到实战再决定出不出的。反正有些注意点，还有这卡的优缺点，告知你们一下，到时候，对吧？大佬们可能有的凌晨5点就出卡了，结合实战，然后结合的一些我给的这个脑测的一个大方向，对吧？去统筹一下什么最强的国家队阵容去给它捣鼓出来，或者什么其他情况的，好吧？那我们这个视频就说到这儿，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